中央电视台高调参观访问卡52直升机的生产厂商，而中俄又签了海军的贸易大单，会不会卡52就是为2栖攻击舰所增加的新火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央电视台13频道节目里边呢，前2天出现了一个记者参观访问卡52直升机生产厂商的视频。这段视频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加上前一段时间中俄签了一个贸易大单，其中是以海军装备为主的。那么大家就想了，中俄海军要搞贸易，能买什么呀？中国能从俄罗斯买到什么新装备吗？所以大家这么转念一看，有可能就觉得卡52它的舰载型卡52K 颇有可能成为这个合同的一个大亮点。有人觉得，如果把卡52K 买回来，就正好可以配备中国2栖攻击舰，作为海军陆战队新的一种空中国力。不过也有人觉得呢，卡52直升机有点非主流，中国完全可以依靠无人机加上现代的5/10，靠数量优势取代重型武装直升机。现在呢，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海军是不是真的会购买这种直升机，因为现在消息不明朗，反正有传说嘛，还有传说说得很细致的，说已经买了36架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可以从2方面考虑，看看认可和不认可的都有什么样的理由。首先说卡52K 呢，本身就是俄罗斯他们为了采购的法国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专门定制的，就打算用自己的这个卡52配用在西北风上。结果俄罗斯跟法国最后谈崩了，埃及捡了个便宜，西北风2栖攻击舰还有46架卡52直升机全部打折打包带走了。当然呢，卡莫夫设计局这个直升机通常都是采用这种共轴双桨设计。这个设计呢，海军能接受，但是中国空军和陆军航空兵好像都不太看得上。因为根据2伊战争的经验直升机之间如果发生空战，包括直升机面对固定仪器的空战的话，转向这个性能非常重要。但是直升机尾桨距离这个主旋翼这个距离越远，转向的这个力臂就越大。说通俗一点，机身越长，转身就越快。空中较量的时候呢，越占便宜。而卡52这个设计根本就没有尾桨，它是靠上下2个桨叶转的时候速度差，上面转快一点，下面转慢一点，或者反过来，通过这个转速差调整直升机的方向。说白了，中学学会的都知道，这就是利用一个角动量守恒。这种转向就不是特别灵活。另外呢，遇到强风或者是急转弯的时候，那么2个桨叶一上一下，可能面对某个风向的时候，情况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是迎风速度越来越快，一个呢就是相对于空气流动速度越来越慢。所以面对风向或急转的时候，上下2个桨叶侧倾的方向也正好相反。如果动作很猛的时候，或者风力很大的时候，弄不好上下2个桨叶还能互相对着砍，那就直接坠毁了。只不过呢，坠毁的时候，顺便飞行员还能体验一下卡52还有卡50家族独门秘技，就是直升机里唯一的弹射跳伞功能。另外呢，卡52的机炮跟美国的阿帕奇中国的5/10也不一样，它没法跟着头盔转向，盯着谁弄死谁。这卡52机炮是固定在机身侧面的，用的时候跟战斗机一样，需要全机身瞄准。那么为什么有人觉得海军有可能选择卡52呢？当然也不是没有理由中国海军以前引进过卡莫夫系列的直升机，所以这种共轴双桨直升机，中国海军根本不陌生，后勤维护保养都不是问题。而且呢，卡52相对来讲机身较短，对于海军来讲就是很大的优势，因为同样是一个2栖攻击舰，它的机库的大小就可以摆放更多的卡52了。另外，卡52的外挂能力实在也是5/10比不了的，反坦克导弹、火箭弹就不说了。人家反舰导弹还能带上2枚，而且还不是通常直升机带的轻型反舰导弹，是标准的天王星那种比较大型的反舰导弹，一次俩，意味着一次出动的话，一架卡52能够向地面目标或者海面目标倾泻的火力，至少相当于5/10的1.5倍。至于说机动性问题呢，海军应该是考虑到空军和海航战斗机充分掌握了制空权，就不需要过多的考虑，比如说5/10会不会空中遇到阿帕奇，就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复杂机动问题。所以说，如果海军这几年里边急需一款重型武装直升机，而国内科研力量短时间内也没有可能马上拿出一个适应海军要求的成熟产品，用卡52应急一下也不为过。毕竟这样形成战斗力最快。而且呢，根据我们的习惯，这个卡52真要是买回来的话，还有可能会进行改造，让直升机在传感器
火力方面有所提升，使用我们更好的，比如说红外热成像设备，更好的导弹，那么经过改造，它的性能可能比原版的还要更加的强悍。好，关于海军会不会购买卡5 2K 直升机，如果购买了会怎么用？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